中国人真的是丑陋的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真的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身上有着改不掉的劣根性吗？为什么美国人收养的中国孩子长大后会有阳光灿烂的美食笑容？这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今天这一期是《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的一个开篇。之所以在解读中国文化系列里选择这本书，是因为中国文化的独性特征从每一个中国文化下的人身上或多或少地浮现出来。分析中国人身上的丑陋面，就是解析中国文化独性的具体特征。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除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我们从小听着上下5000年威名古国礼仪之邦长大，可上世纪80年代，博洋却写了本书，书名就叫做《丑陋的中国人》，把我们骂了个狗血淋头。这本书一出来，就像一块大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湖水，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他一针见血，有人骂他以偏概全。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聊聊这本书。首先来聊聊这本书的作者博洋，还有他笔下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个骂出名堂的男人，博洋的传奇人生。要了解这本书，首先得知道博洋是个什么样的人。博洋原名郭一栋，这辈子过得可不轻松。他生于民国时期的河南，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年轻时，他尝遍了世态炎凉，看尽了人性百态，这为他日后的写作埋下了种子。1949年，他随中华民国去了台湾，开始了新的生活。他爱好文学，写过小说，但一直没什么名气。直到1960年，他开始写杂文，文风泼辣，一下子就火了。他把社会上那些看不惯的事儿，什么官僚腐败、虚伪做作，都写进文章里。他的笔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解剖着当时台湾社会的种种弊病。可刀子嘴也给他带来了麻烦。1968年，他因为在报纸上翻译了一幅漫画，被当局扣上通匪的罪名，判了12年徒刑，实际上做了9年多。这段牢狱之灾对他影响特别大，他开始更深刻的反思自己，反思社会，也反思整个中国文化。出狱后，博洋潜心写作，也开始出国旅行。他发现，虽然身在海外，但华人身上那些丑陋的毛病似乎并没有因为换个环境而消失。于是他决定把这些思考和观察都变成一场场演讲，一本书，一次扒皮式的演讲。1984年，博洋受邀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题目就是《丑陋的中国人》。那场演讲堪称这本书的高光时刻。据说演讲现场气氛非常紧张，博洋用毫不留情的语言直戳听众的痛点。他把中国文化比作一个大大的酱缸，而我们中国人就像是生活在里面的酱缸蛆。这个比喻太有冲击力了。他说，酱缸里的东西沉淀越久，就越发酸发臭。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几千年下来积攒了太多的糟粕。演讲结束后，台下鸦雀无声，没有掌声，这太反常了。在场的60%观众都是华人，可以想象当时他们内心有多复杂。这场演讲再加上其他几场相关演讲、杂文和读者回应，最终汇集成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出版就像是给华人世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3大核心观点，博洋眼里的酱缸文化。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通篇都在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这些批判可以提炼为几个核心观点。第一，脏、乱、吵与缺乏公德心，这是博洋最直接的批判。他认为中国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脏、乱、吵，这不光指环境卫生，更指一种无序、不顾及他人的行为习惯。举个例子，他观察到，在一些公共场合，中国人说话嗓门特别大，根本不顾及别人。在国外，中国游客也常常因为喧哗、随地吐痰等行为
而被人侧目。书中还提到，许多中国人在公共场合喜欢外放手机声音，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外国人眼里却是极度缺乏公德心的表现。这种行为正如他所说，源于讲理不如声音大的思维，也源于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自私心态。第二，窝里斗与死不认错，这是博洋最深刻的洞察。他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3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一只猪。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擅长窝里斗，互相内耗、猜忌、使绊子。他举了个例子，3个中国人非法入境美国，结果被举报，举报人竟然是另一个中国人。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博洋看来，这就是窝里斗的典型写照。大家都不团结，总觉得只有我可以例外，不愿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书中还提到死不认错这个毛病。中国人犯了错，不是反思，而是想方设法去掩饰，结果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最终错上加错。这种行为在博洋看来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政治品格的表现。从这一点扩展开，我们来探讨一下窝里斗和死不认错形成的原因。从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等的角度，每一个人的特质与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在他的经历中和集体潜意识中得到答案。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就一定要知道他的过去。同样，作为中国人集体潜意识的特质，也应当从中国3700多年发展历史的文化中去求解。第一，没有安全感导致中国人有神经质的恐惧。中国5000年的历史，除了3个黄金时代以外，动乱非常可怕。一个王朝取代另外一个王朝，过渡期间的大混乱总有30-50年，由政权的夺取到政权的安定又要20年左右，然后政权再腐败，反抗力量再起，大混战重新来到，陷入治乱相迭的恶性循环。中国人可以说是长期生长在贪污、混乱、战争、杀戮、贫穷等等里面，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因此中国人始终没有安全感。一直以来，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这让中国人产生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烈，明哲保身的思想一直在文化的传承中被延续。这一个心理自然而然会发展出在人际互动中的零和博弈，甚至为了自保而发展到极端的复合博弈。第二个原因，自私导致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不比说国家民族，就个人来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太久，苦难受得太多，他对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一种不信任的心理反应。中华民族经历的灾难与患难太多，因为他们相信的太多，因此受到的欺骗也太多了，每一次在失望中落空。当一个王朝彻底推翻另一个王朝，让人们在满怀期待中再次得到的还是贫穷。中国人太小聪明，太小聪明发展到极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行为、不自私的想法，都会被讥笑成傻子。团结的意义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抛弃一部分，然后共同耦合成一个大于部分利益之和的总体利益，也就是1+1大于2。比如现在有2个圆形的物体，必须用刀削成2个较小的方形，才能紧密地粘合在一起。中国人有句古话，一个和尚担水吃，2个和尚抬水吃，3个和尚没水吃。中国人希望自己不被削，削别人的，这样怎么能团结？第3个原因，虚伪导致中国人缺乏诚信。中国人是诸葛亮式的虚伪，心里想的与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反。虚伪的行为导致中国人的诚信出了问题，也让中国人习惯用错误掩饰错误，证明第一个错不是错。最近发生的西北大战罗永浩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历史中不断的朝代变化和中国的等级制度，让中国人不敢说真话，明哲保身，这是历史的劣根性。虚伪的个性让中国人缺乏诚信意识，只求自保，不顾及他人感受，也成为现在社会进步发展的智库。第4个原因，心胸狭窄导致中国人的自卑与自傲。中国人狭窄的心胸造成了中国人2个极端不平衡，
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独地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的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子，我就是你的主子。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子。中国人容易自卑，5000年来对人性尊严摧残的集权力量，不是一天天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尤其是1921年之后，违反基本人性的各种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这其中，对中国人精神世界伤害最大的10年文革之毒，一直到今天一直没有得到解读。通过权力体系、教育体系、父辈的父辈或父母等等，一直持续毒害着我们每一个人。春秋战国的时候，君臣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帝王和大臣坐在同一个榻榻米上。直到公元前2世纪，西汉王朝的叔孙通制定了朝仪，就是在刘彻当皇帝的时候，也就是儒家学派当道的时候，使得皇帝成为了恐怖的权威。君和臣、官和民的距离越来越远。到了14世纪的明王朝，建立了君父观念，与之后建立的廷杖制度思想相结合，使得中国人的自尊几乎完全泯灭。中国人容易自我膨胀，因为中国人气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不下他。第5个原因，缺乏独立思考，导致中国人缺乏自省力。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相对灿烂的，有百家争鸣的气象。但是从那个时代以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自孔子之后3000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子的学说，或批注孔子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同时3000多年来，在皇权的统治下，中国人唯一的标准就是皇权的标准，以官方的标准为标准，以官方的利益为利益。集权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文化让我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什么都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也缺乏道德的勇气。从孔子发展出来的儒家和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十分深远，一直影响到现在。但是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保守的，严格一点说，是反对进步的。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利不施不变法，就是说没有100%的利益，绝对不可以改革，长久的崇古，不求上进，保守，使中国人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因而也没有了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能力。博洋说，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控制地传染了中国文化中的毒素。历史的本身我们无法选择，也无权判断对错。这些特征虽然都单薄并且刺眼地摆在这里，但是这些特性都可以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求解，同时也可以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求证。这就是我想做这个解读中国文化频道的初心，就是像给电脑杀毒一样，给我们的头脑杀掉中国文化的毒素，然后装上现代文明的防火墙。总结一句话，中国历史长期的集权制度导致了生存资源和文化资源被统治者高度集中、高度控盘，导致人数众多的被统治者为了那一点点从分蛋糕的桌面上掉下来的食物残渣，从而展开了残酷的争抢，进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零和博弈的关系结构。合作双赢的思想在中国文化里一直不是主流。3. 酱缸文化与奴性，这是博洋对中国文化根源的批判。他认为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和等级制度的侵染，让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酱缸，身处其中的人都被酱缸中的糟粕所腐蚀。他列举了酱缸出品对权势的崇拜、自私、冷漠、残忍、虚伪等等。他认为这种文化导致中国人要么自傲，要么自卑，就是没有自尊。因为在酱缸里只有治人和受制于人这2种生存状态，人们都削尖脑袋往上爬，争做人上人，从而获取可以治人的机会和收益，从而催生了最恶臭的官场文化。
博洋认为，正是这种文化上的过滤性病毒，使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到了污染，从而表现出种种丑陋之处，毁誉参半，当年的巨大反响。丑陋的中国人出版后，在整个华人世界都引发了巨大的反响。首先是赞誉方面，主要是以下这些：鲁迅在世，许多人，尤其是思想界的知识分子，认为博洋有鲁迅的风骨，敢于直面民族的劣根性，敢于说真话。作家冯骥才就说，这本书令人深省，对一代人起到了启蒙作用。醍醐灌顶，在那个10年浩劫刚刚结束的时代，许多人对现实的丑陋记忆犹新，这本书让他们醍醐灌顶。原来中国文化不是只有优秀的一面，也有糟粕，而且这些糟粕正在阻碍社会进步。同时，这本书也受到批判，主要表现为以偏概全。最激烈的批判来自李敖，他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痛批博洋用刻板印象给所有中国人贴标签，是懦夫的行为。他认为博洋本身就是国民党的文化侍从之臣，是最丑陋的中国人。辱华，一些人认为博洋的批评过于激烈，甚至上升到了侮辱整个民族的高度。他们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博洋却把民族的缺点公之于众，是不爱国的表现。当时博洋的这本书在大陆出版后也曾风靡一时，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被下架，直到2024年才解禁重新出版，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这本身就说明了这本书的争议性。这本书过时了吗？丑陋的中国人的不足与价值。整整4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这本书，会发现它确实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时代局限性。这本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中国和台湾经济都还不发达，许多脏乱吵的现象其实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台湾发展得更好，很多书里描写的现象，比如随地吐痰、插队等，已经很少见了。就像有篇文章里说的，事实胜于雄辩。其次，以偏概全。博洋的观察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他笔下的一些丑陋现象并不代表所有中国人，将个体行为上升为民族劣根性确实有失偏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就失去了意义。它最大的意义是提供了一种自我反省的勇气和视角，就像书里提到的《丑陋的美国人》这本书一样，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敢于直面自己的缺点。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虽然有点哈哈镜的夸张效果，但它提醒我们不能只沉浸在文明古国的赞美声中，也要有自我批判的勇气。博洋曾说，老毛病在改观，新问题在涌现。这句话说得太对了。虽然很多旧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酱缸和丑陋依然存在。比如网络上的窝里斗和死不认错变得更加普遍，面对批评时，一些人动不动就扣上辱华的帽子，而不是理性的反思。这些难道不是新的丑陋吗？总结一下，我们是否已经走出酱缸？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中国人，你真的丑陋吗？或许博洋的文字确实过于尖锐，他笔下的丑陋不能代表每一个中国人，但他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骂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清醒。他希望中国人能从那个酱缸中跳出来，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建立起真正的民族自信。这种自信不是靠自我膨胀和虚假优越感建立起来的，而是建立在直面自身缺点，不断自我完善的基础之上。就像《丑陋的美国人》被美国国务院列为外交人员必读书目一样，我们也可以把《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当作一面镜子，时刻提醒自己，我们现在吃饱了饭，用上了干净的厕所，拥有了强大的国力，但这只是文明的表象。真正的文明是内心深处的反省和宽容。那么你觉得呢？我们已经走出酱缸了吗？请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谢谢。